女人将流浪猫的4条腿全部掰断，然后又假惺惺的以救助动物为由，将她的爱心视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女人的骚操作让她收获了无数粉丝，直播间里的老铁都纷纷尊称她为圣母，甚至后台有爱心人士私聊她，表示愿意出钱让她去救助更多的流浪动物。腹黑女感觉自己无意间找到一条致富之路，于是她利用 P 图软件伪造慈善机构的授权书，然后以献爱心救助流浪动物为噱头，开始在网上募集捐款。在等募集结束之后，这些充当临时演员的毛孩子都会被女人残忍的杀害。腹黑女从此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她每天都会打卡高档餐厅，品红酒买名牌都成为她的常规操作，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多长时间，女人就身中8刀惨死在家中，现场的悲惨场面让人不寒而栗。而发现女人惨死的第一目击者就是这位长得酷似贾乃亮的阿泰，他本是一名房产中介，而且还有偷窥的变态嗜好。看着女人的大肠小肠都流出体内，这让阿泰的胃里瞬间感觉翻江倒海，但他的恐惧压制住了生理反应，他第一时间拿出手机选择报警，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因为他怕自己跟警察解释不清，更怕警察为了尽快破案把他当成替罪羊。于是阿泰急忙逃离案发现场，随后他又自导自演给女人发去短信，表示会带客户去看房。在阿泰的带领下，几人向着死者的出租房走去，他还故意敲门装作没有来过。在没有得到回应后，阿泰用女人提前留给他的房卡进入到屋内，因为只要让夫妻2人率先发现尸体，那他就能成功洗脱嫌疑。阿泰酝酿情绪，在听到叫声后急忙冲进屋内，然而一切都超乎了他的想象。此时沙发上哪里还有什么血淋淋的尸体？阿泰仿佛出现了幻觉，但他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刚才女人之所以发出尖叫声，是被屋内的干净整洁惊到。随后阿泰来到卧室搜寻，甚至连卫生间都查看一遍，但是都没有女人尸体的踪迹。此时的阿泰一脸懵逼，他觉得自己看到的绝不是幻觉，肯定是凶手在他出去的这段时间毁尸灭迹。突然他想到自己看到了尸体，凶手也很有可能已经发现了他。第二天阿泰装作若无其事的上班，但他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红色信件，里面的内容更是把阿泰吓得魂不附体。只见上面写着是你妈3个大字，还有女人血淋淋惨死的照片。更为惊奇的是，还有阿泰进入死者公寓的照片，而且还是从不同角度拍摄。最后则是一张毛发照片，阿泰看后瞬间破防，因为当时他在现场做过抓头的动作，如果真是他遗留的毛发，那阿泰很有可能被当成替罪羊。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是好时，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而且还是一个陌生号码打来。阿泰慌张的接听了电话，原来是殡仪馆打来，因为昨晚不知什么原因，存放阿泰母亲骨灰罐的防尘玻璃被打碎，而且他们母子2人的合影也被人撕得稀碎。殡仪馆的经理不断赔礼道歉，并表示会将令母的骨灰坛移放到 VIP 区，那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一天24小时有专人监控。此时阿泰完全没有理会他们，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凶手故意为之。伤心的阿泰则在车内拼凑着他和母亲的合影。突然他发现外面有一辆货车正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向他驶来，阿泰仓皇地拿起照片逃向车外。幸亏阿泰及时逃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随后阿泰便找司机理论，当他打开车门后发现是无人驾驶，但是韩国根本没有萝卜快跑，所以阿泰认定这是凶手对他的报复。警察认定是货车没有拉紧手刹造成，但车主始终坚称拉了手刹。很快阿泰就从监控中发现一名嫌疑人，但由于对方遮挡得太严实，根本不能确定此人的真实身份。而另一边的警局内迎来了一位打扮时尚的网络红人，她声称自己的闺蜜已经失踪多天，而失踪之人正是阿泰发现的死者。她名叫韩素拉，是一位网络红人。她在几天前告诉闺蜜智恩，一旦联系不上她就马上报警。很快警方花姐就受理了此案，并调取韩素拉的所有信息，发现此人不仅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而且最近也没有她的任何消费记录，显然她并不是失踪这么简单。随后花姐便出现在阿泰的房产中介，因为韩素拉最后的通话记录显示是阿泰。随后花姐对他进行一番盘问，但阿泰表示2人只是在租房期间有过联系，其他的一些信息便一概不知。之后花姐便拿走了韩素拉的房卡，并来到她的房间寻找蛛丝马迹。衣柜中的鞋子衣服满满当当，就连平时用的化妆品都摆放整齐，显然韩素拉遭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又或是被人强行绑架。很快花姐在沙发底下发现了线索，只见昏暗处有未被擦干净的血迹，瞬间花姐脑海里就出现凶手在杀人后打扫凶杀现场的画面。10分钟后大批警力赶到，技术鉴定组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寻找着凶手遗留下的证据。阿泰看到如此阵仗，让他感到十分担心，因为凶手在杀人后并没有拿走韩素拉的贵重物品，而且凶手杀人手法凶狠残暴，很有可能是韩素拉在网络上招惹祸端。为了让自己摆脱嫌疑，回到家的阿泰立马查看韩素拉的直播回放。在他最后一次直播时，曾有人说他不正当使用慈善资金，而且此人正是韩素拉的好闺蜜智恩。他在直播时还诋毁韩素拉是披着羊皮的狼，并说她私生活混乱，经常和榜一大哥秘密约会。韩素拉作为回击，曾扬言要告他恶意诽谤，因此2人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友好。但是阿泰翻阅2人平时的社交状态，发现他们无论从穿衣风格还是发型妆容，甚至连美甲都一模一样。智恩口口声声都在诋毁
韩素拉，但他为什么还要处处模仿她？阿泰感觉女人的惨死很有可能与智恩有关，于是阿泰翻阅智恩平时发表的视频，在经过逐一筛选后，他发现智恩家对面有一家干洗店，于是他在网络地图上搜寻这家干洗店的具体位置，然后精准锁定了智恩的老窝。在经过几天的蹲守后，智恩终于走出家门，阿泰见机会来到，于是赶紧翻窗进入智恩家。在经过一顿翻找后，果然有了新发现，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文字，阿泰终于可以确定杀人凶手就是智恩。但随后他又在盒子里发现了智恩的聊天记录，上面的内容不堪入耳，而且男人还表示要玩死智恩。当阿泰看到男人的网名时，他感觉在韩素拉的作品里似乎见过这个网名，在翻阅多个视频后，果然发现了这个网名，他的评论满嘴污秽。于是阿泰在社交平台上又搜索起男人的网名，只见账号的简介显示男人名叫李重学，而且此人也并非正常之人，他在平台上发布的照片都非常娘炮。于是阿泰急忙打开韩素拉的账号，经过对比，李重学一直在模仿韩素拉，而且两人都会出现在同一打卡地，只要看到韩素拉发表动态，他都会第一时间来到相同的地方，摆出同样的姿势模仿。不知这种嗜好算不算变态？随后阿泰又有了新发现，他在其他作品的评论区里看到李重学竟然公开表示要高价回收韩素拉的贴身衣物，在没有得到回应后，他又说到他会潜入韩素拉的住所，对他进行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更是扬言要亲手杀掉韩素拉。就在这时，智恩突然折返回家中，而此时阿泰已经逃之夭夭。根据以上线索，阿泰断定李重学就是杀人凶手，但令他想不通的是，红色信封为什么会出现在智恩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阿泰回到家中，他刚进门就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只见平时摆放整齐的鞋子似乎被人打乱了顺序，而且屋内好像也被人拉了电闸。阿泰突然意识到危险，他急忙从鞋柜中拿出棒球棍防身，然后心惊胆战地向着客厅走去。就在这时，身后却传来开锁声，这次阿泰彻底被吓懵逼了，谁会大晚上开自己家门呢？于是他从猫眼中向外望去，只见屋外漆黑一片，显然门外之人已经遮挡了猫眼。就在这时，按动密码的声音再次响起，阿泰急忙将保险锁死，并大声地质问门外到底是何人。就在这时，门外之人竟然打开了门锁，阿泰率先出手，但是门外没有一个人影，于是阿泰小心翼翼地向外看去，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身后，随后头盔男从后方锁住阿泰的脖颈，并将房门打开放同伙进入屋内，于是两人合力攻击阿泰。他们虽然有人数的优势，但在狭小的房间内并不能得以发挥。头盔男拿起棒球棍就往阿泰的头上招呼，但是都被阿泰的蛇形走位躲开。在面临生死时刻时，阿泰的潜能也被彻底激发，在1对2的情况下，他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在打斗中还将一名暴徒的头盔摘下，而此人正是杀死韩素拉的李重学。阿泰也认出了这位变态，为了以防被两人灭口，阿泰趁着两人懵逼时快速向着门外逃去。惊魂未定的阿泰在逃出后的第一时间联系了花姐，而且两人来到公寓的监控室，发现确实有2位不明人士偷偷潜进了阿泰家。阿泰将李重学和智恩联手杀死韩素拉的线索告诉了花姐，但花姐想不通李重学为什么要杀阿泰，于是他带着疑问来到阿泰家中。进门后，阿泰立马合上电闸，但是他在配电箱上发现了一只黑蚂蚁，这让他感到事情不妙。当他进入客厅时，只见地上满是沙土，因为凶手将他养了2年半的蚂蚁窝毁坏，但死的不只是蚂蚁，还有凶手李重学吊死在阿泰家中，显然这又是一起谋杀案。此时的阿泰越陷越深，就算他长了2张嘴也解释不清，而更加诡异的是，在沙土中还藏着一封红色信件。阿泰看后尤为紧张，他生怕被花姐发现，于是他趁其不备准备拿走信件。就在他即将触碰到信封时，还是被敏感的花姐发现，他警告阿泰不要随意触碰屋内的物品，但随后花姐从沙土中拿起了那封红色信件，并打开信封查看里面的内容。而此时阿泰心都已经提到嗓子眼，他生怕花姐发现他的秘密。随后花姐便问到阿泰是否认识李重学，而阿泰表示他根本就不认识此人。但随后花姐就拿出一张照片，阿泰看后整个人都不淡定了，因为照片上是他和李重学的合影。阿泰急忙解释这是凶手想要嫁祸于他，但随后花姐再次将照片扔给阿泰，这次他哑口无言，因为这是阿泰偷偷进入韩素拉公寓的照片，任凭他怎样解释也无济于事，因为真正的幕后凶手已将阿泰算计其中，接二连三的证据更是坐实了阿泰杀人的事实。但阿泰可不想进入警局，因为他知道现在的证据对他很不利，于是他用力将花姐撞晕，然后迅速逃离此地。当花姐再次醒来时，警局的大批警力已经赶到，现场技术人员在阿泰的鞋底发现了死者韩素拉的血迹，他们也确定死者就是李重学，而且他们还查到李重学是一位跟踪变态狂，经常遭到多位单身女性的举报，而举报次数最多的人就是智恩。而此时的智恩正在户外直播，并将韩素拉的死作为热点，同时也曝光了阿泰的身份信息，并声称他就是杀人凶手。一时间大量网民纷纷涌进阿泰的社交账号，随之而来的就是阿泰的祖宗18代，分别都被问候一遍。面对网络暴力，阿泰内心也受到打击，但他知道现在唯有自己找出幕后
后凶手，才能彻底洗刷他的嫌疑。随后阿泰根据李重学的身份信息来到他的住所，而屋内摆放着几位人体模特，他们都穿着各式各样的情趣内衣，有蕾丝的，有花边的，还有透视的。不知手机前的你们喜欢什么款式？随后阿泰在垃圾桶内发现一张纸条，而上面的详细地址正是存放他母亲骨灰的殡仪馆。阿泰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难道他们对母亲的骨灰做了什么？为了确定心中的猜想，阿泰喊醒了殡仪馆看门的大叔，他也看到母亲的骨灰坛静静地待在展示柜上。为了能支走看门的大叔，阿泰以想和母亲单独待会为由，暂且支走了大叔。只见阿泰向母亲说了一句对不起，便将展示柜上的玻璃强行打碎，随后用衣服将骨灰坛包裹起来，向着外边逃之夭夭。大叔见势不好，急忙追赶，但是他的老胳膊老腿哪里追得上阿泰？不一会，阿泰就驾车快速驶离了殡仪馆。他来到一处偏僻的小路，随后阿泰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母亲的骨灰坛，不出所料，里面藏着一把锋利的匕首。用脚趾头想也能猜到，这肯定就是杀死韩素拉的凶器。骨灰坛里不仅有凶器，还有一封红色信件，而且上面还写着：如果让警察发现你的仓库，那你就死翘翘了。看着母亲的骨灰被糟蹋，再联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已接近崩溃的阿泰深夜找到智恩，并逼问他是否和李重学联手要杀掉他。在看到智恩还在直播时，他气急败坏地将他所有的直播设备砸坏。死到临头的智恩还威胁阿泰要报警，随即他就被阿泰按在地上狠狠地蹂躏。被吓坏的智恩也讲出了实情，他表示之前李重学在与他聊天时满嘴污秽不堪入耳，随即智恩就将他拉黑，但他不知从哪里搞来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发短信说要和他做对亡魂鸳鸯。智恩见此人神经有些不正常，如果自己不能及时脱身，早晚会被他玩死。于是智恩想到了她的好闺蜜，她故意将韩素拉的照片发给李重学，并告诉他素拉很喜欢他这样的男生，这才让智恩金蝉脱壳，彻底摆脱了李重学的骚扰。阿泰又问到他们两人在网上互相撕逼是怎么回事，智恩说到完全是蹭热度，因为他们吵得越凶，他们的人气反而越高，而且韩素拉还会将直播打赏的20%分给智恩。阿泰最后问到智恩，他为什么会有红色信封，而智恩的回答差点让阿泰大脑短路。뭐라고? 소라가 나한테 돈 줄 때 걷다 넣어서 주는 건데. 此时阿泰的大脑急速运转，因为现在的种种线索都指向韩素拉。他还记得在第一次前进韩素拉家时，他用过的护手霜让阿泰深深痴迷，但那晚闯进他家的暴徒手上也有同样的味道。突然阿泰恍然大悟，他怀疑韩素拉是假死，而且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事实真相确实如阿泰猜测，韩素拉之所以要拉阿泰入局，因为他知道此人是一名偷窥狂。原来阿泰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偷偷潜进客户的家里，但是他从来不偷窃房主的贵重物品，反而对一些小物品非常爱慕。他会将这些物品进行拍照留念，然后再来到他的秘密仓库，并将这些小物品分别张贴在墙面上，以满足他变态畸形的内心。这天阿泰正在寻找下一位目标时，打扮时尚的韩素拉进入到他的视线。然而令阿泰感到好奇的是，他明明吃着充满科技与狠活的烤肠，却在手机上发表自己吃着健康清淡的蔬菜沙拉。看着韩素拉的骚操作，让阿泰对他产生浓烈的兴趣，于是他开始跟踪这位表里不一的女人。在得知她的住所后，阿泰便在楼下翻阅她的信件，从而得知女人名叫韩素拉。于是他在社交软件上搜索她的名字，这一搜可不要紧，没想到此女是一位有着28万粉丝的网络红人。从她的社交动态来看，女人不仅身穿名牌，而且出入的都是高档场所，俨然就是一位高级名媛。但是她突然一改风格，竟然又化身成为一名爱心人士，不仅会关爱留守儿童，还会救助流浪动物。粉丝对她的口碑评价颇高。阿泰不知是什么原因，让她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于是他决定一探究竟。经过多天的跟踪，阿泰并未发现韩素拉有什么异常。她每天都会按时上下班，而且还会经常给那些流浪猫投喂食物，这让他感觉此女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但他还是想了解韩素拉的真实生活，于是他趁女人不在家，便将提前准备好的100多组密码逐一输入，但最后终究没能打开密码锁。但阿泰依旧不死心，他再次来到韩素拉家，并学着电影里的那样，将一块薄膜贴在密码锁上，然后回家后再利用面粉的附着力寻找正确的房门密码。但是结果却出乎所料，因为所有的数字按键上都沾染了韩素拉的指纹，不知是巧合还是女人故意为之。就在阿泰即将放弃时，韩素拉却主动找到阿泰。原来因为工作调动，他上班的地点远离现在的住所，所以委托阿泰帮忙将房租出租，而且为了方便租客看房，他还将房卡交给了阿泰。此时阿泰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这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后阿泰就堂而皇之地进入韩素拉的闺房，在经过一顿翻找后，他将目标定为韩素拉的护手霜，凭身上散发的香味如同女人的处子之香，这让阿泰非常痴迷这种味道。他还是采用同样的操作，先对小物品进行拍照留念，然后再带回秘密仓库。这种偷窥的感觉让阿泰变态的内心非常满足，于是他便一发不可收拾，隔3差5就会偷偷溜进韩素拉家，甚至他还主动帮韩素拉清理堵塞的下水道。看着一切
切千里的顺畅，阿泰的内心也无比痛快。直到他第4次进入韩素拉家时，发现他满身是血的躺在沙发上，而另一边的花姐也有了新发现，有一位自称是韩素拉姐姐的女人主动找到花姐，她表示韩素拉因为欠下巨额高利贷，导致家人过着四处逃债的生活，而韩素拉为了尽快还清债务，竟然将他们智障的弟弟卖给了人贩子。幸亏父亲及时发现，才没有酿成悲剧。父亲见他无药可救，于是狠心的与他断绝血缘关系，从此韩素拉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和家里人有过任何联系。而韩素拉来到釜山后，为了能够让自己活下去，她便下海来到歌厅做了陪酒女。在歌厅姐妹的介绍下，韩素拉又做起了硬件软化工程师。虽然名声不好，但这个现实的社会却笑贫不笑娼，因为韩素拉身材均称，长相俊俏，让她每月收入高达1800多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0万左右。但挣得多花得多，为了包装自己的形象，每月买完名牌服装和高档的化妆品，能装进自己腰包的已所剩无几。然而韩素拉无意中发现一条致富之路，那就是伪装自己成为爱心人士，所以她的社交动态从上流名媛一下转变成收留流浪动物的爱心救助站。为了能够更好的迷惑爱心人士，她还伪造慈善机构的授权书。为了提高自己在网络上的热度，她还联合智恩在网上隔空对骂。在经过她的一系列运作下，网民都被她的假象迷惑，纷纷对她的善举表示崇高的敬意，而且她募集爱心资金的数额也呈直线上升。然后她将这些非法所得占为己有，并拿出一部分作为酬劳赏给智恩。之后韩素拉就过上了豪门贵妇的生活。为了让自己爱心人士的形象深入民心，她不惜将流浪猫的4肢全部掰断，然后再将其拍成视频骗取粉丝的爱心。当她在剪辑视频时，却发现身后有一位男人在跟踪她。韩素拉急忙转身向后望去，但男人却又转身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韩素拉以为是巧合，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里。直到她在咖啡厅拍照时，她再次发现门外的阿泰，期间两人还发生了对视，但心虚的阿泰装作打电话离开。韩素拉突然意识到这并非巧合，如果他真的跟踪自己，肯定将他杀害流浪动物的事情看在眼里。如果事情一旦被曝光，那自己不仅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有牢狱之灾。回到家的韩素拉如同来了大姨妈，她愤怒地打砸房间内的物品。如果男人真的看到自己见不得光的影，那么她苦心经营的人设将彻底毁于一旦。突然韩素拉从暴怒中冷静下来，同时她脑海里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杀死男人，所有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她对阿泰施行反跟踪，并摸清了他的生活规律，甚至连阿泰存放母亲骨灰的具体地址都了然于心。随后他又以租房为由故意接近阿泰，而此时阿泰还不知他即将掉入女人为他精心编制的陷阱内。所有的铺垫都已完成，但还缺少一位帮手，而变态的李重学是最佳人选，因为韩素拉用自己的身体为诱饵，让李重学对他言听计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韩素拉便在沙发上寻找合适的体位，为了让现场更加逼真，他还将睡衣套在抱枕上，然后用匕首对着睡衣狠狠地扎下去，这样他就得到一件完美的战袍。为了能够骗过警方的技术部门，韩素拉还狠心地从自己体内抽出5斤新鲜血液，并将其倒入到合适位置。随后他又在入户门的位置滴了一滴鲜血，但是这些血量不足以支撑整个现场，他又网购了大量血浆，并将其涂抹在衣服上，因为这是做给阿泰看的。地板上的真血则是留给警方的。接下来他只要摆好姿势，再深深呼吸一口气后，然后再静等猎物的到来。阿泰也如约而至，他也精准地踩到了地上的鲜血。当他满心欢喜地进入屋内时，却发现惨死的韩素拉。同时韩素拉也精准拿捏到阿泰肯定不会报警，因为他怕他偷窥的事情暴露。随后阿泰在现场检查没有他的遗留物后，便仓皇地逃离此地。接下来韩素拉利用相机的延时拍摄，拍下了他惨死的照片。为了让阿泰感到恐惧，他还薅下自己的一根头发，放在地板上拍照取证。所有流程都做完后，韩素拉用了9981条毛巾才将现场的血迹擦拭干净，但还要留下一滴给警方，并将其伪装成没有擦拭干净的现象。之后韩素拉又来到阿泰的秘密仓库，并从他这里拿走一把带有阿泰指纹的刀具。然后女人再次使用魅惑之术骗取李重学为他实施犯罪行为。在韩素拉的指示下，他来到殡仪馆，并将匕首放进阿泰母亲的骨灰内，临走时还将他们母子2人的合影撕碎。为了能够做掉阿泰，李重学还故意制造车祸，但这次被阿泰轻松化解。之后韩素拉又开始利用计谋算计阿泰，而且这次还是一箭双雕。他本打算和李重学偷偷潜进阿泰家，然后在吊死阿泰后，再将杀人凶手嫁祸给李重学，因为在韩素雅的意识里，只有死人才会永远的保守秘密。随后他又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这样警方才不会怀疑他。但没想到计划再次出现偏差，不知是李重学肾虚，还是阿泰的武力值爆表。这次不仅没能杀掉阿泰，竟然还被他看到李重学的真实面目。在阿泰逃跑后，李重学却不淡定了。虽然他变态，但他不傻。一旦阿泰报警，迎接他的将是牢狱之灾。所以他愤怒地责怪韩素拉，并表示自己如果被警方抓到，肯定会将他的勾当全部交代。反观韩素拉一脸镇定，他不仅没有出现惊慌的表情，反而还温柔地安抚李重学的暴躁情绪。不得不说，韩素拉确实有手段。刚才还暴躁的李重学，此时如同温柔的小猫。韩素拉更是拿出他的杀手锏，深情地吻上了李重学。两人此时彻底迷醉在阿泰家中。就在李重学迷失在女人的烈焰红唇中时，韩素拉突然向他发动攻击，并精准地将绳索套在了李重学的脖颈上。
韩素拉不仅诡计多端，而且心狠手辣。如果换在古代，肯定是一方枭雄。为了嫁祸给阿泰，韩素拉还将墙上的蚁巢打碎，以制造两人发生打斗的场面，以此迷惑警方的断案方向。随后，韩素拉还将红色的信封放在沙土中。之后，他又来到阿泰的秘密仓库，并开启了自动发球器。在找到合适的位置后，他利用棒球的撞击力，将自己的脸庞撞得鼻青脸肿。而此时，阿泰根据红色信封的提示，也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仓库。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还从车内拿了一把洗车拖把。当他来到仓库内部时，屋内的电闸再次被人拉下，而此时屋内漆黑一片，但阿泰也只能壮着胆子向内走去。突然，韩素拉从黑暗之处快速冲出。被刺伤的阿泰被韩素拉的操作震惊到，但他知道此女肯定没安好心。之后，韩素拉挥刀向着阿泰冲来，但终究男女有体力的差距，韩素拉被阿泰压在身下，两人的姿势却有点怪异，动作行云流水，既熟练又配合默契。显然这已不是第一次，不知两人平时是否用这个姿势深入交流过。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而韩素拉却大声呼喊起来。阿泰也觉得这个姿势不太雅观，于是想起身离开，但韩素雅拉住他的双手不放开。就在这时，几名警察冲了进来。当警察看到韩素拉脚上的铁链，再加上阿泰刚才的猥琐动作，让他以为阿泰要对女人图谋不轨，于是他被警察强制抵在墙上，而韩素拉则以受害人的身份被警方保护着。阿泰本想解释，但他看到韩素拉向他抛来灭眼时，即使阿泰再傻，他也明白这次又被算计了。他趁警察不注意时摆脱了对方的控制，并再次从警察的手中逃之夭夭。阿泰还将警察反锁在仓库内，随后驾车快速逃离此地。此时阿泰已经被逼进绝路，韩素拉精心编制的大网也已经收口。经过慎重考虑，他将自己是一名变态偷窥狂的事情告诉了花姐，而花姐选择相信阿泰，因为她也怀疑韩素拉。经过调查走访，韩素拉在1年前与一起女性凶杀案有关，最后警方没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她才被无罪释放。回到家的韩素拉在桌上发现一封红色信件，而里面的内容是她惨死在沙发上的抽象画。卡片的反面则写着：想要拿回照片就来李重学家。韩素拉虽然知道阿泰不敢保留照片，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还是选择与阿泰见面。两人再次相见，并没有想象中的打斗画面。阿泰则问到韩素拉，在对他进行跟踪时，他发现韩素拉不断将流浪狗带回家中，但离奇的是他家里始终都保持5条流浪狗的数量，而且阿泰发现韩素拉的家中存放有大量的防冻液，所以他认定韩素拉在利用完这些毛孩子后，狠心的将他们残忍杀害。韩素拉此时也不再隐瞒，表示他确实将防冻液和狗粮掺杂在一起，将这些流浪狗全部杀害。阿泰再次问到为什么要陷害自己，然而等来的却是韩素拉的电击。阿泰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电晕，当他再次醒来时，只见韩素拉正在用胶带封闭窗户，因为他要制造阿泰畏罪烧炭自杀的现场。阿泰在临死时问到韩素拉，是否是他亲手杀死了李重雪。韩素拉本想将实情都告诉阿泰，但他感觉今天阿泰有些反常，因为他不可能在临死时这么冷静。而阿泰不断用余光看向一旁，韩素拉意识到这里面肯定藏有猫腻。果然他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发现了一枚微型摄像头，然后他气急败坏地将摄像头踹碎。原来这都是花姐两人的计谋，他们打算利用这招录下韩素拉的犯罪证据。同时他还告诉阿泰，韩素拉在1年前杀害了慧兰，但是警方却没有找到尸体，因此法官没有证据给他定罪。但阿泰说到他在跟踪韩素拉时，经常看到他在后山鬼鬼祟祟。而另一边的阿泰则说道，他已经知道慧兰是为何而死。当韩素拉听到慧兰2字时，表现得极为惊慌。原来在1年前，韩素拉在网络上就已经小有成就，慧兰得知后便向他索要钱财，否则会将他之前从事硬件软化工程师的黑幕说出。韩素拉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即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他可不想受制于人，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用石头砸死了慧兰。自此以后，韩素拉彻底黑化，也让他尝到唯有杀人才能让自己的秘密不外泄。而花姐根据阿泰提供的地址，果然在后山上挖掘出一具女性干尸，死者自然是贪婪的慧兰。同时警方还挖掘出几十具被残忍杀害的毛孩子。而另一边的韩素拉已经陷入癫狂状态，此时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并且今天誓死要杀掉阿泰，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的人生。就在阿泰即将窒息时，花姐突然出现，并成功制止了杀人未遂的韩素拉。随即花姐将手铐戴在韩素拉的手腕上，而她还表现出可怜兮兮的样子，并表示自己就是受害者。但这次花姐不会再放过他，因为他们不仅发现了慧兰的尸体，而且还从李重学的嘴唇上提取到了韩素拉的 DNA。 在铁证面前，迎接韩素拉的将是牢狱之灾。最终阿泰和韩素拉都受到法律的制裁。韩素拉对金钱的贪婪将自己的一生葬送，而阿泰因为自己的变态癖好，差点惨死在新经理的手下。自此本片结束。